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诺华药业。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诺华药业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诺华药业 Nova Wellness Group Berhad， 简称 Nova， 成立于2016年7月，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依靠全资子公司来经营保健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业务。要了解 Nova 的历史背景，就需要追溯到距今的32年前，也就是1989年3月。当时公司的创办人彭怡玲和他的妻子携手创立了 Nova Laboratories Sdn Bhd， 以从事动物保健产品的贸易业务，在1990年开始正式营业。到了1997年的某一天，一位当地医生为彭怡玲介绍了猪子草和其潜在的药用价值，彭怡玲便决定继续研究猪子草的功效，并进行了小规模的研发，以发掘猪子草对于治疗肝病的特性。随着彭怡玲付出的热情和努力，终于在3年后的2000年开发出了首个作为肝脏补品的产品 Hepa P Capsule。2002年 Hepa P Capsule 获得了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批准，准许在国内的市场进行营销和销售。2004年 Nova 在雪兰莪的Sepang建立了符合 GMP 认证的生产设施，开始生产自家的膳食保健品和动物保健产品。除此以外， Nova 还建立了研究实验室，以进行猪子草和其他天然植物成分以及其他产品配方的研发。2006年 Nova 获得了由马来西亚生物经济发展局授予的 BioNexus 地位，而拥有了 BioNexus 地位后， Nova 就可以根据免税条例获得从2008财年到2017财年的10年免税期，这也为 Nova 在日后的崛起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随后的几年中 ，Nova 分别推出了 Soft Gel 和 Active Soft 配方，有助于提供更多保健产品，如鱼油、月见草油以及维生素 E 产品等等。在2010年 ，Nova 开始启动合作伙伴计划，为独立零售药房提供自家品牌产品的独家经销权，借此来扩大本地市场的影响力。2012年 ，Nova 开始销售使用植物天然成分开发的护肤产品，并以 NovaVis 和 SPA 自家品牌出售。2017年1月，公司决定专注于开发和生产自家品牌和 OEM 产品，因此全面停止了动物保健产品的业务。2018年7月 ，Nova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上市，并在3年后的2021年2月成功转至主板，代码为0201 Nova。经过了超过30年的转变 ，Nova 已经从一家经营动物保健产品的小型公司，发展成为了开发和生产自家品牌保健产品的上市公司。Nova 的旗下子公司 Nova Laboratories Sdn Bhd 主要从事开发、生产与销售自家品牌的保健品，以及为顾客代工开发及生产产品。Nova 所开发的自家品牌产品又可以分为营养保健品和护肤品。营养保健品是从食物中提取的产品，除了基本的营养价值外，还具有保健作用，例如膳食保健品和功能性食品等。膳食保健品是以 Nova 自家品牌出售，这些保健品包含了维生素、矿物质和草药保健品，它们的配方可增加所需营养的每日摄入量，并提供各种健康益处，例如改善血液循环和增强个体活力。而 Nova 的功能性食品就是以2个自家品牌 Active Max 和 Sustanex 出售。这些食品富含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其配方具有低血糖指数和均衡的营养素，可满足消费者的日常营养需求，并控制糖水平。至于护肤产品方面，产品是主要使用植物中的天然成分开发，并以 NovaVis 和 SPA 自家品牌出售。截至2020财政年 ，Nova 自家品牌的业务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88%左右。OEM 是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的缩写，俗称代工，基本含义为品牌生产者不用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OEM 具体的加工任务，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同类产品的其他厂家生产，再将所定产品低价买断，并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商标。
打个比方 ，A 方看中 B 方的生产能力，让 B 方生产 A 方设计的产品，用 A 方商标。对 B 方来说，这就是 OEM， 而这里的 B 方就是 Nova，A 方则是 Nova 的顾客，例如 Powerlife、Eastern、Active Life、SSC、Nexus 和其他等等。Nova 的 OEM 服务包括了产品配方、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成品的生产和最终包装等。截至2020财政年 ，Nova 的 OEM 服务业务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8%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Nova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Nova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882万令吉增加了13.4%至1000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354万令吉上涨了14.4%至406万令吉。营业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自家品牌业务的销售贡献增加所致。至于净盈利的上涨，主要是因为公司有效的成本管理和行政管理，使到其费用达到平衡的效果。只不过，由于研发支出增加所导致的其他运营费用上涨、运输和物流成本以及营销活动费用的增加，还有无可避免的税务增长，使到净盈利的赚幅被拉低了不少。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6个月前稍微增加了6.7%至1亿0321万令吉。首先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固定资产比半年前上涨了不少，证明公司正在积极的发展着。目前第一阶段的保健品厂房建设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护肤品厂房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建设中。应收账款方面就比半年前上升了，这有可能是公司的销售量增加引起，但是也有可能是顾客拖欠款项所致。想要进一步了解，就需从年度报表中查询。这里可以发现，公司有超过80%以上的客户是在90天以内归还欠款的，而减值损失拨备只有10%不到，证明公司的收账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除此以外，公司手头上的现金和其等价物也有增加的迹象，更占据总资产的1/3，资产管理可以说做得非常的优秀。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6个月前也增加了12%至113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政府补助的项目占据了总负债的1半以上，这主要是用于营养保健品的临床前试验，以及营养保健品和护肤品的后续临床试验。其他值得留意的就是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比半年前稍微增加了，代表着公司拖欠供应商的款项也越来越多了。好在公司手上拥有庞大的现金，这些小债务对于公司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加上公司也没有向银行贷款，所以也是一间净现金的公司。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25%至67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同季上升了不少，加上公司也减少了应收账款的现金流出，以及增加了拖欠供应商的款项，所以使到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增加了。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比去年同期降低了26%至28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现金流出降低主要是因为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以及降低了发展支出的缘故。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也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录得了279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看到，由于去年已经完成了支付在2018年5月23日因实施减资计划而拖欠大股东的欠款，所以这季度的现金流出也大幅度减少了。总结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在面对繁忙的生活和压力之余，也逐渐开始了解到健康的重要性。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在医疗保健方面不会再过于吝啬，除了购买医疗保单，也消费起了保健产品，所以这领域将会是下一个潜力庞大的市场。而这种未来的潜力，在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助攻下，更是提早形成了趋势。另外 ，Nova 所拥有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研发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品牌的销售获取更高的盈利，并且多个产品还有获得哈拉的认证，对于攻打回教徒的市场是占有优势的。只不过市面上的保健产品种类繁多，随便找一找就有一大堆不同品牌的保健品。Nova 有必要提高自身的品牌知名度，才能在众多竞争者当中脱颖而出。
最后需要提醒一下 ，Nova 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典型家族企业，其家族成员遍布董事和干部要职，并且掌控了高达74%的公司股份。那么各位对 Nova 又有什么想法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